沈老板，免费装好人装够了吧？罗曼丽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我难听？他一个卖早餐的，天天把孩子关店里，这不叫无证贴管，叫什么？沈阿姨，我们不能坐这儿了吗？你们先别怕。沈老板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这里长期有学生放学后集中停留。刘所长，我没收过1分钱。没收钱就没责任，出了事儿你赔得起吗？人家知夏是心善，你们家小宝哪次不是最后一个走？吃的喝的哪样不是他给？我儿子来他店里，那是给他面子，他自己愿意管，怪谁？怎么还真有人举报啊？以后孩子放学去哪儿等？沈老板，按规定，整改期间孩子不能继续留在店里。你早餐店可以经营，但不能再承担看护性质的事儿。明白。早配合不就完了，非要等人举报。既然按规定来，那我也把话说清楚。从今天起，我这里只卖早餐，不看孩子，不热饭，不辅导作业，不让孩子在这儿等家长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谁家的孩子，谁自己接。沈阿姨，我妈妈说今天6点才来接我。你把妈妈电话给我，我现在让她来。妈妈会生气的。该来的是她，挨骂的不该是你。妈，又是罗曼丽，除了他还有谁？他家小宝天天赖到最晚，吃包子不付钱，还让你妈辅导作业。现在倒打一耙。妈，你昨天腰疼到半夜，还给小宝辅导错题。你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他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沈老板，你这些做的确实细，但没有资质，没有协议，真出事儿，责任全在你身上。我知道。他就是看孩子们可怜，有的家长7、8点才来接，孩子们蹲校门口就安全吗？好心也要有边界啊！妈，刘所长说的对，你可以心软，但不能一直替别人负责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校门口的黑托管，嘴上说免费，谁知道背后打什么算盘？你别胡说八道！我哪里胡说？他要真没问题，社区能来贴整改通知。罗曼丽，你刚才的话我录下来了。录啊，我怕你。你可以举报，我也可以留证。沈姐，怎么回事？群里说你这儿不能放孩子了。对。那今天放学，我女儿先在你这儿待10分钟，行不行？我公司临时开会，马上回来。不行。就10分钟。1分钟也不行。沈姐，大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别因为一个举报，把其他所有家长都晾着呀。陈长，我帮你们看孩子3年了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句感谢的话。现在我被举报了，你们才想起来孩子没人接。你少拿孩子威胁家长，你不就是想让大家求你吗？不是，我是在按你举报来的规矩办。我已经通知群里了，今天放学请各位准时接孩子。你吓唬谁？孩子真没人接，你还能眼睁睁看着？这次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沈阿姨，我今天要做长篇，我妈妈让我在你这儿写完作业。今天不能进来等了。为什么？让爸爸妈妈来接。
我妈说了，让我在你店里等。她今天做脸，7点来。你给她打电话。她不接，以前都是你管我的。以前是以前。我饿了，我要吃肉包。让你妈妈来买。你不是都给我的吗？今天开始不给了。沈姐，怎么了？这几个孩子家长都还没到。蒋老师，我接到整改通知了，以后孩子不能留我店里。可今天很多家长没准备，我中午已经在群里通知了。我爸爸还在高速上，我妈妈说让我自己去沈阿姨店里。大家先别乱跑，排队站好。沈姐，我孩子先放你那儿半小时。我刚看到消息，今天真不能放。沈姐，帮帮忙，我现在还离学校20公里呢。各位先别急，沈姐不是那种不管孩子的人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整改期间不再看管任何孩子，请各位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负责。不是吧？谁举报的？我孩子现在在哪儿？我今天根本赶不回去。沈阿姨，我妈真不接。小宝，先到老师这边来。我妈说你不敢不管我。我请假出来的，到底谁举报的？沈阿姨，我妈妈说她还有半小时。我爸爸让我先找你。我电话手表没电了。大家不要乱跑，按班级站好，家长马上就来。我女儿呢？晨曦在这儿。爸爸，你不是说让我去沈阿姨店里写作业吗？沈姐，你看，孩子都习惯了，今天实在太突然，你先让他们进去坐会儿。陈会长，通知我中午发过了。可是很多家长没看到啊。没看到是家长的事儿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沈姐，我刚从单位请假出来，领导脸都黑了，你就不能先通融一天？我通融3年了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不通融了。孩子渴了先喝水，但谁家孩子谁接走，别又赖知夏头上。高姨，你这话就过了吧？我们也不是故意不来。你们不是故意不来，可知夏被举报是故意的吧？沈姐，罗曼丽是罗曼丽，我们是我们，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他举报的时候，你们谁站出来说过一句？我们也是刚知道。那你们现在知道？我再把规矩说一遍：孩子不能进店集中停留，不能让我看管，不能让我热饭，不能让我辅导作业。可你以前都帮啊，所以现在我被要求整改了。沈姐，今天孩子确实多，万一在校门口出事儿。蒋老师，我知道你难，但今天只要我开这个门，明天还是我的责任，我不能再替所有大人兜底了。我饿了，我要吃包子。让你妈妈来买。我妈说你会给我。你妈还说她没举报呢。我妈说了，沈阿姨不敢不管我。小宝，你妈说错了。你骗人！今天开始，沈阿姨只管卖包子。那我去哪儿？我给你妈妈打电话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我这里也打。您拨打的电话
人接听。他自己举报完，自己不接孩子，他群里不是还在说安全吗？他人呢？不会又去做美容了吧？我妈说今天有脸部护理，不能打扰。他自己孩子都不接，还举报别人。罗曼丽，小宝现在还在校门口，你既然说安全第一，请你马上来接孩子。我这边有事儿，小宝先让沈之夏看一下，他不是就在旁边吗？罗曼丽，我已经联系你2次，现在请你自己来接罗小宝。你别拿孩子撒气，一个大人跟小孩计较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蒋老师，麻烦你按学校流程联系他备用联系人。我联系小宝爸爸。我爸出差了。那就继续联系家属。我不要，我要进店。不能进。你坏，我让我妈投诉你。妈，你推人干什么？她不给我吃包子。那是我妈，不是你家保姆。妈，他是不是推到你腰了？没事儿，你每次都说没事。妈，这些年你替他们热饭被烫了多少次？小孩打翻粥，家长赔过吗？你帮他们看孩子，他们说你应该；你不帮了，他们说你没良心。孩子是无辜的。孩子无辜，所以大人就可以不负责吗？妈，我小时候没人接，差点走丢。你心疼那些孩子，我知道。可那次以后，你不是更应该知道，接孩子是家长的责任，不是路边一个早餐店阿姨的责任。之夏，雨桐说的对，你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给所有人白撑伞，伞撑坏了没人给你修。今天这门不能开。不开。小宝爸爸电话也关机了，他外婆呢？号码空号。这家人联系方式怎么都不靠谱？沈姐，小宝这样总不能一直在外面吧？我说了我在忙，爱沈之夏，你看一下能死吗？以前看那么多次，今天装什么规矩？以前是我帮你，今天是你必须自己负责。小宝，你去哪儿？我自己回家。不行，你家那么远，不能一个人走。小宝，让开，让开！站住！你吓死老师了。孩子没人接，为什么会跑到马路边？他妈妈没来。妈妈是谁？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安全第一的罗曼丽。你们别吓唬我！小宝怎么了？挨审之下呢？他就在旁边，为什么不看着？孩子差点出事儿，不是因为我不看他，是因为你这个亲妈没来接他。小宝，妈，沈之夏，你还是人吗？孩子差点出事，你就在旁看着。我给你打了2次电话，我也打了2次。群里我们也提醒你了。我在做护理，手机静音了，他就不能看一眼？你知道你这句话有多荒唐吗？你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刚才拉住你儿子的人。你儿子冲下马路时，你不在，沈老板也没有法定义务替你看管。他以前一直看。以前是他善良，不是你有权利。
这话说的对，他举报人家，还让人家继续看孩子，真够可以的。你们什么意思？现在孩子差点出事，你们不怪沈之夏，怪我？不然呢？你举报我无证托管，我按规定不留孩子，你自己不接孩子，孩子跑到马路边。罗曼丽，你到底想让我守规矩，还是想让我继续给你当免费保姆？罗曼丽，你举报前为什么不先在群里说？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说？我这是为了孩子安全。为了孩子安全，你自己孩子第一个没人接。我那是临时有事儿。临时有事儿？你怕是你那护理还没做完呢吧？你们都不要让沈之夏洗脑了，他今天就是故意的，他想让你们知道离不开他。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是你们今天才发现，自己一直把责任丢给了别人。各位家长，今天的确很危险。学校放学后不能长期待管学生，校门口也不能聚集这么多无人接的孩子。那明天怎么办？我们上班的上班，出差的出差，谁能天天准点来？那就让爱沈之夏继续看啊，他店就在这儿，他最方便。你举报我，就是为了让我继续看。罗曼丽，你这算盘打的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说得好，沈姐，今天大家确实乱了，可孩子不能没人管，你看能不能先恢复2天，等我们再想办法。不能，2天也不行，半天也不行。沈姐，我明天真有手术排班，我孩子怎么办？我明天出差，孩子放学没人接。我老婆在外地，我一个人真忙不过来。那就请假，找老人，找亲戚，找正规托管。正规托管太贵了，所以我的免费就不贵。罗阿姨，我妈要是为了钱，3年前就该收你们的钱。雨桐，你儿子吃过我妈多少包子，喝过多少牛奶，作业本落店里，我妈给他送过几次。小孩子吃你几个包子怎么了？你们开早餐店的还差这一点儿。你一句不差，我妈差的是睡觉时间，差的是看病钱，差的是我放学回来连她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这些都是我妈记的，不是为了要账，是怕孩子有事她能第一时间联系家长。沈姐，这些你都记了？孩子在我店里，我总得知道谁是谁家的。这些记录反而证明他一直在无偿承担风险。别演了，记这么清楚，不就是早想收费？那你倒是把欠的包子钱先付了。怎么回事？校门口怎么还围着这么多人？马主任，今天沈姐这边整改，孩子不能再进店等家长，很多家长没及时来接。学校已经强调过，放学后学生必须由监护人接走，不能在校门口滞留。马主任，我们上班赶不过来啊，以前孩子都在沈姐店里等。沈老板，你这边现在不能帮忙继续看学生了，对吧？对，社区已经贴了整改通知。马主任，你听见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违规。他承认的是整改，不是你造谣的黑托管。举报是你提的？我只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安全考虑没错，但举报之后，家长要自己承担接送责任。从明天开始，学校门口不得长时间聚集无人接学生，家长必须准时接走，确有困难自行联系正规托管机构。明天就执行，这怎么来得及？哪有那么多正规托管位置？马儿带不会，那孩子怎么办？马主任，能不能给我们几天过渡？今天差点出事儿，还过渡？
出了事儿谁担责？学校、社区还是早餐店老板？沈老板，你今天没让孩子进店，是对的。那他以前就错了。以前他是帮忙，现在既然问题暴露，就必须按规矩来。规矩不能只拿来压好人，也得拿来约束不负责的人。妈，你今天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没让他们进来。有一点。看到小宝冲向马路的时候，我还是想冲过去。你又不是铁石心肠。可我要是今天开这个门，明天他们还会把孩子送来。所以不能开。不能开。你们别把锅甩给我，没有暗示沈之害，违规在先，我举报什么？妈，你不说话。不用。为什么？明天他们会更急。明早开门，只卖早餐。沈姐，早啊！买早餐排队，早餐买，孩子的事儿也想跟你商量。孩子的事儿，昨晚群里说清楚了。沈姐，我今天真赶不过来，我们单位临时检查走不开。我孩子昨天在校门口哭了一路，晚上做梦都喊沈阿姨。沈姐，大家今天来不是逼你，是想求你。求我什么？先恢复几天，就几天，等我们找到正规托管，马上撤。昨天也是就10分钟，以前是就半小时，后来是就吃顿饭，再后来是顺手看个作业。你们的就一下，我做了3年。沈姐，我们知道你辛苦，知道辛苦，为什么没人问我一句累不累？一大早堵门，包子还没出锅，算盘先打响了。高姨，我们是真没办法，没办法就想起之下，有办法的时候谁想过他？又来让我妈白干。雨桐，不是白干，我们可以给沈姐送锦旗。锦旗能交房租吗？能给我妈买护腰吗？下一位。沈姐，孩子下午怎么办？谁家的孩子，谁自己想办法。哟，大家都来了，我就说吧，他不就是等着你们求他吗？罗曼丽，你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吗？昨天装规矩，今天不就可以谈条件了？沈之夏，你不就是想收钱？早说啊！搞这么大阵仗，吓唬谁？你闭嘴吧！全班最没资格说话的就是你。我为什么没资格？我举报违规有错吗？你举报没错，可你举报完还把小宝丢给沈姐就有错。昨天要不是周律师，你儿子差点被车撞。那也是沈之夏心狠，他就在旁边，伸把手能死。我伸过太多次手了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，躲了？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今天算清楚。2年级3班3年，每天谁几点来，谁几点走，我妈都记着。谁花生过敏，谁不能喝冰水，谁哮喘药在书包侧袋，她都记着。我家琪琪花生过敏，我都忘了跟她说过。创可贴、碘伏、湿巾、一次性饭盒、牛奶、面包，这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几个创可贴，几瓶牛奶，至于吗？罗小宝，光去年在我妈店里吃了78次晚饭。
打碎3只碗，摔坏1个小风扇，弄丢2次电话手表，你赔过1次吗？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跟孩子计较？我不跟孩子计较，我跟装不知道的大人计较。沈姐，我女儿有次发烧，是你给我打电话的。我以为是老师打的。老师那天在开会。这个，我儿子被高年级孩子撞哭，是你送去医务室的。校医不在，我先给他擦了药。你怎么没说？说了干什么？让你们给我颁奖。沈姐，这些钱我们补给你。不用。该补。补不了。钱能补，时间补不了，责任补不了。被举报那天贴在门上的通知也补不了。沈姐，对不起。沈姐，对不起。以前我们真把方便当应该了。是我们不对。你们一个个演什么？他拿本破账本出来，你们就被收买了？你别急，账本里你家最多。道歉我收，白干不收。沈姐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以后谁也别再拿邻居、顺手、孩子可怜来压我。那下午孩子怎么办？按规矩办。看吧，他承认了，他就是想收钱。我想收钱，比你想白占便宜干净。这句好。看来我来的正好。周律师，你帮我们劝劝沈姐吧，劝她继续免费承担风险。沈老板，你想继续做吗？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做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合同化，明确收费，明确时间，明确接送人，明确餐食，明确突发情况处理，明确责任边界。你一个律师，帮他割家长韭菜？罗女士，你昨天差点让全班见识到什么叫无责任家长。如果没有规则，下次出事，你第一个把锅甩给沈老板。你少污蔑我！你昨天已经做过了。那要是签合同，沈姐就能接孩子了？还不够，还要什么？备案、场地、消防、监控、登记、应急联系人。听见没？正规不是嘴上喊喊，得花钱，得担责。如果做这些，要多久？最快也要几天，社区学校都要沟通。那这几天怎么办？你们自己接。可我们真的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也不能变成我的责任。你们现在最该做的，不是逼沈老板开门，是一起去找学校和社区推动正规方案。学校会管吗？昨天校门口差点出事，学校不会不管。我可以配合，但不是恢复以前那种免费托管。那是什么？正规服务，签协议，交费用，按时接送，超时另算，餐食另算。孩子生病，家长必须到场。恶意造谣、拒不配合的，不接收。你说谁恶意造谣？谁急说谁。各位，我建议成立临时小组，去找学校和社区沟通正规托管方案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费用可以谈，但必须正规。你们疯了！他说收费你们就交，以前免费，现在凭什么要钱？凭我不欠你们。你一个卖包子的，真把自己当机构了。所以，我要备案，要协议，要监管。你配吗？我妈不配，难道你配？你连自己孩子都不接不管。罗曼丽，手放下。你再碰我女儿一下，我就报警。我可以作证。沈姐，如果社区和学校同意，你愿意重新接孩子吗？妈，按你的规矩来。想让我重新接孩子，可以，但从今天起，不是帮忙，是服务。以前是情分，以后是合同。按规矩来。想收钱，我让你收不成。签协议，交费用，
按时接送，超时另算，餐时另算。妈，沈阿姨不是这样说的。小孩子懂什么？他就是想收钱。可是她以前没收过。以前没收是他装好人，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签他的协议。就是这家吧，网上说的黑托管，卖包子的也敢收托管费，现在钱真好赚。拍什么拍？谁让你们拍人家店了？网上都曝光了，还怕人拍？这种人就是抓人托管啊！他断章取义，前面举报旧账本，家长求你，他全剪了。妈，你不解释吗？解释给谁听？怎么不敢说话了？你家孩子在我这儿吗？没有，就别替别人审我。沈姐，我看到视频了，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我可以帮你在群里解释，我也可以作证。昨天是我们求你，不是你逼我们。谢谢，但光解释没用。那怎么办？他不是说我不正规吗？那就正规给他看。我昨晚把协议初稿做出来了，这么快？昨天差点出事，再慢就不是效率问题，是安全问题。这么多？以前没有这些，所以所有风险都压在沈老板一个人身上。费用标准也写清楚。沈姐，你打算收多少？我算过成本，这才叫明码标价。这个价格比外面托管低多了，外面还没名额。我觉得合理。合理？你们还真准备被他割韭菜啊？大家快看，视频没冤枉他吧？协议都打印好了，这不就是黑托管吗？你拍视频前，先把昨天剪掉的部分补上。什么剪掉？我拍到什么发什么。罗女士，断章取义发布视频，导致她名誉受损，属于侵权，已确定继续拍。你吓唬谁？我曝光事实也犯法。事实要完整。你的视频里没有举报，没有整改通知，没有家长集体请求，也没有沈老板3年无偿记录。原来还有前因后果啊！那视频确实剪得太偏了。他以前免费，现在突然收费，不就是趁火打劫？以前免费是我愿意帮，现在收费是我不愿意再被你这种人反咬。你少针对我！我针对的是不守规矩的人。接送时间、餐食标准、突发情况、家长责任、服务边界全写在这里。社区说我以前不规范，我认，所以现在要规范。你到底是不满意我不正规，还是不满意我正规以后不能让你白占便宜？问得好，他要的不是正规，他要的是免费。我证明，昨天是我们家长求沈姐想办法，不是她逼我们交钱。我也证明，它的价格比外面低，要求也合理。你们都疯了！他给你们灌什么迷魂汤？不是迷魂汤，是责任书。你也可以看，看完再说哪一条不合理。我不看，我就知道他不配。不看规则的人，最喜欢说别人不配。谁报的社区？
我报的，有人造谣，还扰乱经营。刘所长，你来的正好，他昨天刚被整改，今天就打印协议收费，这是顶风作案。沈老板，你们这是？刘所长，我想咨询备案。以前不规范，我认。以后如果继续做，我想按正规流程来。接送授权、健康信息、费用标准、应急流程，准备的挺细。准备的细就能开，他一个早餐店，所以他来咨询备案，不是直接开。我们也建议，在备案完成前，不接收任何孩子，不恢复任何看护。这个态度是对的。那备案要多久？要看场地、消防、人员情况。早餐店内不适合直接做集中迁户。那还是不行。如果学校、社区、家长三方都有需求，可以申请附近合适场地做课后服务站试点。社区能协调？可以讨论，不保证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先整理家长需求，拟定服务方案，提交场地申请。我可以协助协议和责任边界。我负责统计家长报名意向。我帮忙拉群，我联系其他家长签支持表。你们真要让他开，到时候出事别后悔。罗女士，任何正规服务都需要监督。如果你有合理意见，可以书面提交。我当然会提交，但请不要再发布未经核实、断章取义的视频，造成影响，你要承担责任。听见没？再断章取义一个试试。已经有20多个家长填意向了。刚才不是还怕贵吗？现在倒快。以前是我们不懂事儿，不是不懂，是习惯了别人替你们懂。旧记录可以作为需求和过往情况说明，但注意隐私，孩子信息要打码。手续不是麻烦，是保护你。以前你没有保护，所以别人一句举报，就能让你所有付出变成问题。妈，他视频还没删，还又发了一条，他还想倒打一耙。保存、录屏、链接、发布时间、评论影响都留证。雨桐，录屏。好。沈阿姨，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妈在车里打电话，又想把你丢这儿。沈阿姨，我能不能跟你说句话？你说。我妈让我晚上拍视频，说你收过她红包。什么？可是你没有收。小宝，别怕，你只说你亲眼知道的，不用说别人教你的。我妈说，只要我说你收钱，她就给我买游戏机。可是你没有收红包。你妈妈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刚刚在车里说，只要网友都骂沈阿姨，沈阿姨就开不成托管。她还真敢编！你为什么来告诉我？因为沈阿姨以前给我吃包子，还给我擦药，没有收过我妈的钱。谢谢你说真话。擦擦眼泪。谢姐姐。罗小宝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找你半天。妈，疼。他一个孩子懂什么？肯定是你们教他说的。罗女士，孩子刚才说明情况，全程没有诱导，录音也在。你录我儿子，你们侵犯隐私！大家看看，我儿子被他们关在店里，不知道教了什么话，来污蔑我这个亲妈。老师，闭嘴！你要拍我，别拍孩子。
怎么心虚了？我是怕你把自己儿子也毁了。未成年人不是你博同情的道具，你继续拍孩子并发布，我会建议孩子父亲或其他监护人依法处理。他是我儿子，我想拍就拍。孩子不是你的私人物品。这话说得对，他昨天就把事情发网上了，今天还想害孩子？那你现在说清楚，哪天、几点、多少钱，现金还是转账？红包封面什么颜色？谁给的？有没有聊天记录？那么久了，我怎么记得？你不记得，我记得。3年里，罗小宝在我这儿等人、吃饭、写作业、摔东西，我都记了。唯一没记的，就是你给过钱。因为根本没有。各位，我现在在沈姐店里，罗曼丽当面说沈姐收红包，但拿不出任何证据。他又闹了。他视频还没删呢，开着群通话，别让他回头又剪辑。陈晓峰，你关掉，这是我和沈之夏的事儿。你把视频发全网的时候，怎么没说这是私事？我再说明一次，收费标准公开，服务内容公开，接送规则公开，责任边界公开，家长自愿选择。你可以不报名，但你不能造谣。造谣？我儿子可以作证。别逼孩子。小宝，你说他是不是收过妈妈红包？你别忘了你想要什么。我不要游戏机了。沈阿姨、小爸收红包，是你让我撒谎，你让我骗人。别再逼他了。罗女士，孩子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请你停止侵权，删除造谣视频，并在家长群公开澄清。一个孩子说的话能算证据？当然不止孩子的话。沈老板，监控能调吗？能。不是恢复以前那种免费托管，要做就正规做，签协议、交费用，按时接送。这是完整语义。罗女士的视频只截了交费用和另算。各位都听见了吧？她剪过。听见了，罗曼丽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剪掉我们求沈姐那份儿，什么意思？剪视频怎么了？重点不就是他要收费？这也太危险了！你做脸的时候，你儿子差点出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也是因为安审之下不让他进店。错，是因为你这个监护人没有到场。群里多人提醒你，小宝还在校门口，你当时怎么回复的？大家都看得到。你说我这边有事儿，小宝先让由沈之夏看一下，他不是就在旁边吗？他还真说过，举报别人还让别人继续帮他看孩子。这不就是又要规矩又要白占便宜吗？罗小宝3年在我店里滞留196次，196次，他还好意思说沈姐？因为孩子在。但你不该逼孩子替你撒谎。怎么又围这么多人？群里家长都在说罗小宝的事儿，我过来看看。刘所长、马主任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还教唆我儿子说我坏话。小宝，老师在，别怕。这是目前固定的证据：第一，罗女士发布断章取义视频；第二，家长群完整聊天记录；第三，沈老板联系监护人的通话记录；第四，店内完整监控；第五，孩子主动说明，母亲要求其做虚假陈述。你凭什么收集我家孩子的话？所以我们没有公开孩子录音，也没有发布到网上。后续如果涉及处理，会由学校、社区或相关监护人依法介入。罗女士，网上的视频是你发的？
我只是发表个人看法。个人看法不能建立在剪辑误导和捏造事上。现在视频已经影响沈老板经营，建议你立刻删除并澄清。还有，让孩子参与大人纠纷，非常不合适。如果沈老板想做课后服务，我们会要求他走正规流程。不是你一句造谣就能否定，也不是家长一句求情就能直接开。社区下午3点开协调会，学校家长代表、沈老板都参加，讨论课后服务需求和场地问题。我不同意。你可以参加，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，但请基于事实，带证据。请带证据，不要带剪辑。学校旁边有一间闲置活动室，原来做社团用，是否适合改成课后服务站？下午会上讨论。太好了！如果有正规场地，我们肯定支持。妈，下午你真去？去。沈姐，对不起，以前我们总觉得你方便，忘了你也会被伤害。下午协调会，我会把家长需求、愿意缴费、愿意签责任书都说清楚。还要说清楚一点，什么？不是求沈老板继续做好人，是请他作为服务提供者参与。你不是谁的免费后路，你是未来服务站的负责人。你以前总说孩子放学后不能站在风里，那以后就让他们有个向阳的地方。好。罗曼丽又发消息了。下午协调会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沈之夏根本不配碰孩子的事儿。妈，紧张吗？紧张。那还去？以前怕事儿，所以一直被事儿追着跑。今天我自己进去说。沈姐，家长联名表我带来了，37个家庭签了。我们也把接送困难写清楚了，还有愿意签协议、缴费的名单。我把你这3年买创可贴、碘伏牛奶的小票也复印了，谁再说你占便宜，我拿票糊他脸上。高爷，文明点。我已经很文明了。阵仗挺大呀。罗曼丽，今天是协调会，不是吵架会。放心，我今天不吵，我带证据来，你等着看就行。妈，他带纸，我带事实。今天开会就3个问题：第一，家长是否确有课后看护需求；第二，是否有合适场地和流程；第三，沈老板是否具备参与条件。学校只负责协助，不会把学生直接交给无资质人员。所有流程必须合规。我反对。你可以说理由。网上这么多人都说他是黑托管，说明群众眼睛是雪亮的。你管这叫证据？怎么不是？这都是民意。由你断章取义视频引导出来的评论，不叫证据，叫后果。还有罗曼丽，我们都在现场，你视频剪过。你们现在当然帮他说话，你们都指望他看孩子。罗女士，请说事实，不要攻击参会人员。事实就是他一个早餐店老板，没有教师资格，没有托管资质，凭什么碰孩子？所以我没有说今天就开。这是整改通知，我认。这是家长需求表，这是服务方案草案，这是收费标准，这是接送授权表，这是突发情况流程，这是我愿意接受社区、学校监督的承诺书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求你们让我违规继续做，我是来问，能不能按规矩做。方案写的比较细，服务时间是放学后到6点半。对，6点半后超时计费，但最晚不超过7点半。餐食呢？不强制，需要晚餐的单独登记，按实际收费。过敏信息必须提前填写。
这个很重要，有几个孩子确实有过敏史。这是家长需求，37个家庭签名，愿意按协议缴费，也愿意承担监护人责任。我们以前确实把责任推给沈姐了，以后愿意按规矩来。只要正规、有记录、有交接，我们支持。哼，你们现在说的好听，真出事了还不是找他？所以协议里写了边界，服务方负责约定时间和场地内的看护义务，每个责任点之间都有客意，家长负责准时接送，如实告知健康情况，紧急情况到场。说的轻巧，他有能力处理突发情况吗？没有能力的，我不处理。孩子发热、受伤、情绪异常，我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和学校，该送医送医，该报警报警，不是我能解决的，我不逞能。这个态度是对的。你们真相信他？他就是想赚钱。阿罗曼丽，我开早餐店也赚钱，赚钱不可耻，打着安全的名义造谣才可耻。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我还有，这是反对书，也有家长反对他开。 3个人签名，3个人不是人吗？这3个不是我们班家长吧？这个名字我认识，是你表妹，她孩子在隔壁幼儿园。这个是你美容院朋友吧？找不到家长，找亲戚朋友凑数啊！他们也是群众，群众有知情权。群众可以有意见，但不能伪装成直接利益相关家长。而且这里写的是坚决反对沈之夏高价托管，请问高价依据是什么？他收费，收费不等于高价。外面托管1个月多少钱？沈老板方案多少钱？刚才已经列明了。我问过附近3家，最低2600，还不含晚餐，名额都满了。沈姐这个价格不到一半，而且她离学校近，孩子熟悉。便宜就能代表安全吗？安全不是靠便宜，是靠流程、场地、监督。所以今天讨论的是合规试点，不是私下托管。因为你要的不是安全，是我继续免费。我说一下社区意见：早餐店内不适合继续承担集中看护，这一点不变。我接受。但家长课后看护需求客观存在。学校周边如果有合适场地，可以在社区指导下做课后服务站试点，前提是消防、出入口、监控、桌椅、安全责任都要达标。如果真的设点，我建议放学交接，由老师带队到校门指定区域，再由签约家长授权的服务人员接走，避免孩子乱跑。这个可以写进流程。另外，名称不能叫托管班，避免误导为教育培训，建议叫课后服务站。名字我们想好了，叫什么？向阳课后服务站。好听也正规。孩子放学后有个向阳的地方，挺好。名字起得再好听，也改变不了他就是个卖包子的。卖包子的也可以守规矩。那就这样，社区、学校家长代表成立临时推进小组，沈老板提交正式申请，3天内完成场地初审。我负责家长报名统计，我完善协议，我帮忙盯装修，谁敢捣乱，我第一个报警。妈，开始了。
沈姐，我们等通知，需要帮忙打扫场地，我可以来。联名表我今晚再补一批。谢谢大家，这次不是白帮啊，记账，应该的。你们别高兴太早。罗曼丽，协调会结果已经很清楚了。哼，清楚什么？他还没开呢。我说过，你不配碰孩子的事儿。你可以继续反对。还是那句话，带证据。你以为只有我反对？我已经联系媒体号了。你们学校社区敢帮他，我就让更多人知道。继续发布不实信息，责任会更重。吓唬谁呀？我就问一句，一个早餐店老板突然开课后服务站，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？学校凭什么给他场地？你又要乱说！我这是合理质疑，合理质疑可以，造谣不行。沈之夏，你不是想向阳吗？我让你还没开门就先见光死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就是这所学校，昨天刚开完会，今天就要把旁边活动室给一个卖包子的用。真的假的？学校场地能随便给个人？这背后没猫腻谁信？孩子安全谁负责？我就想问一句，一个早餐店老板凭什么拿学校资源？他说的是昨天那个课后服务站。网上我也刷到了，说是利益输送。罗小宝妈妈，学校门口不允许直播拍学生，请你把镜头转开。大家看，老师来拦我了，是不是心虚？你不要拍孩子，我拍的是事实。罗女士，立刻停止拍摄，这里有未成年人。怎么，怕我曝光？你可以反映问题，但不能在校门口直播学生。那我就问你，学校活动室是不是要给沈之夏？场地还在评估，没有给任何人。听见没？还在评估，说明真有这回事儿。你这是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，我只相信网友的眼睛。报警吧，查利益输送，查利益输送。罗女士，你继续扰乱校门秩序，我会报警。报警啊！我倒要看看是我怕还是你们怕。看起来挺普通，怎么还能拿学校场地？拿什么拿？八字还没一撇，他倒先给人扣帽子。妈，他直播间已经上千人了。先卖早餐。他这次造谣学校和社区，事情会不会闹大？已经大了。沈姐，家长群也炸了，有些家长担心学校扛不住压力，不给场地了。我刚刚接到我婆婆电话，她刷到视频，问我是不是把孩子送给黑机构。再这样下去，服务站还没开就黄了。不会黄，除非我们真的不透明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质疑利益输送吗？那我们公开。公开什么？公开申请流程、场地评估标准、收费标准、家长联名监督机制、退出机制。他拿阴谋论，我们拿文件砸他。不是砸，是公示。可会不会泄露家长和孩子信息？隐私打码，只公开流程，不公开孩子资料。好，我马上在群里发起家长联名说明。我可以录视频说明，是我们主动申请的。我也可以。你们想清楚，露脸之后可能会被骂。沈姐，以前你替我们挡了3年，这次该我们站出来。总算说了句人话。这个视频已经影响社区和学校工作了。学校这边也接到几个投诉电话，都是看了视频来问的。家长愿意公开说明，是我们主动申请，不是学校私下给场地。我们也愿意说明，
费用自愿，服务自愿，没人强迫。还有，沈姐没有拿学校1分钱。可以，社区发布一份情况说明。说明里建议写清楚：第一，服务站尚未审批完成；第二，场地只是进入评估；第三，使用方式、费用、监督都待公示；第四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书面意见；第五，禁止散布不实信息。学校也同步发通知，说明场地评估不等于利益输送。我这边也公开。你公开什么？公开我的收费标准，公开我接受监督，公开我不接受不签协议、不配合接送、不尊重规则的家庭。最后一句好。不接收不配合的家庭，会不会太硬？课后服务不是捡孩子，我可以照看孩子，但不能替不负责的大人兜底。这句话应该写进规则。我来写。课后服务不是捡孩子，这句挂墙上。沈老板，你想清楚，公开以后大家都盯着你，你必须真的按规矩做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盯着。以前没人盯着，所有责任都落我身上。以后大家都看着，谁的责任谁担。到现在为止，学校和社区都不敢正面回应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心虚。还真贴说明了，写的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是2年级家长代表，课后服务需求是我们主动提出的。陈晓峰，你又来帮他洗白！37个家庭签名，自愿申请正规课后服务。没有人逼我们，也没有所谓利益输送。我孩子以前放学没人接，是沈姐免费帮忙。后来因为举报不能继续帮，我们才请求社区协调正规服务，费用我们自愿承担，协议我们自愿签。原来是家长自己申请的。那网上说学校私下给场地不准确呀。你们这些家长当然替他说话，你们都想占便宜。那就让所有人看清楚，谁在占便宜。你这是针对我，我针对的是行为。你凭什么不接受？凭服务是双向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信我，我也可以选择不服务你。罗女士，另外通知你一件事。什么？针对你连续发布断章取义、不实指控视频，影响沈老板经营和学校社区正常工作，我已代表沈老板拟好律师函。接不接不影响送达。你不是爱公开吗？这次给你公开送。沈之夏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事情不是我做绝的，我不就是发了几个视频吗？你至于发律师函？你不就是说了几句假话吗？我至于被骂3天？我删视频还不行吗？删除、公开澄清、置顶道歉，保留不少于7天，并停止继续发布不实信息。你别太过分。这是最低要求。沈之夏，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家长，非要闹成这样。你让你自己儿子撒谎的时候，想过大家都是家长吗？你举报我可以，质疑我也可以，但你不能拿孩子和谎话当刀。我要是不道歉呢？那就走诉讼和平台投诉流程，视频证据、监控、家长证人、社区说明都在。家长群也会联名要求你澄清，因为你的视频已经影响我们孩子的课后安排。对，你不能一个人闹，让全班买单。我们不会再让沈姐一个人被骂。你们都逼我！没人逼你，你自己发的自己删，你自己造的谣自己澄清。
妈，你道歉吧。你懂什么？沈阿姨没有害你，她抢走了所有人，现在全班都站她那边。是你先骗人。闭嘴！关于前几天发布的几条视频，因为信息了解不完整，可能给沈之夏女士造成困扰，在这里说明一下，我没有造谣，我只是……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妈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他不是要公开透明吗？那我就让他公开丢脸。场地初步看可以，但要整改，消防器材、监控、门禁、签到台都要补。家长志愿者都来了，今晚先打扫。终于干点正事儿了。开始就按规则来，每一步拍照留档。字写得真好。我还画了太阳。妈，谁这么缺德？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门怎么打不开？锁孔被堵了。里面像是胶水儿。昨天才打扫好。我报警。先叫刘所长调监控，别乱动现场。以前我怕事儿，现在每一步都留证，谁动的就让谁自己出来。都别碰门和纸条。昨天刚评估完，今天就这样，这还用问？谁最不想服务站开？罗曼丽，沈老板，你昨晚离开时几点？7点20，走之前拍过现场照片，还有视频。我也拍了，我们走的时候门口没有纸条。很好，校门口和活动室外监控调出来。活动室外的旧监控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偏偏这个时候坏。不止学校有监控，我店门口那个能拍到活动室外这条路。昨晚周律师说了，每一步留痕。我回去就把门口监控角度调高了。之夏，你现在真行啊！被人害多了，总得长记性。先复制原始文件，不要只录屏。对，保留原始时间册。就是他，有点眼熟。这不是罗曼丽表哥吗？对，上次家长会他帮罗曼丽搬过东西。有通信行为，可以配合后续调查。破坏学校场地已经不是家长纠纷了。来得真快。发监控截图吗？发。报警吧。一大早在群里挂我表哥，你们有病吧？你表哥大半夜来堵锁孔，是来拜年？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？你昨晚给他发过消息吗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罗女士，现在涉及破坏场地、扰乱公共秩序，你最好配合说明。你们别吓唬我，一个破锁至于吗？这是学校旁活动室，是你用于学生课后服务的场地，
不是你家小区门口。你用而已，还没批呢。所以你就让人提前毁了？你少血口喷人，有本事拿出我指使他的证据。妈，你下来干什么？回车里。昨晚你给舅舅发语音了。你闭嘴！你说让舅舅去吓唬沈阿姨，让她开不成。又是孩子说真话，他怎么还不改？他是我儿子！孩子不是你的遮羞布。蒋老师，麻烦你过来照看一下罗小宝。你们现在连我儿子都要抢！没人把你儿子。是你一次次把他推到谎话前面。胶水堵死了，锁芯得换。我来出钱。我出一半，别一起摊。不用。沈姐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所以更不能偷偷谈。换锁、维修、监控、安装，全部走公开账。社区可以监督支出，学校这边也记录备案。以后向阳每一笔费用都公开。说的好听，不还是收家长的钱？是，收该收的钱，做该做的事。不像你，花别人的善良，买自己的方便。罗女士，这是第2份律师函，针对你持续发布不实信息，以及涉嫌指使他人破坏服务站筹备场地，我们会保留追究权利。你表哥来了，你儿子听见了，你群里还威胁过，3样凑一起，够不够你睡不着？警方来了之后，你可以说明。不是我让他堵锁的，我就是让他吓唬一下。承认了。大家都听见了。罗曼丽，你一直说我不配碰孩子的事儿。可最该离孩子远一点的是你那些谎话。我再画一张。不用扔，贴在里面。啊，这多晦气！不晦气，让大家都看看，向阳不是没遇到过阴影，但阴影挡不住他开门。妈，我现在就画新的。监控必须今晚装好，我联系社区志愿者，晚上轮流巡查一次。所有进出人员登记，从今天开始。好。沈姐，报名意向已经45个了，名额够吗？那怎么办？不够，按规则筛选。先把捣乱的筛出去。是，恶意造谣、拒不配合、长期持接的家庭不接收。罗曼丽，学校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到底让小宝卷进什么事儿里了？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明天回来先谈小宝的监护问题。妈，这张怎么样？很好，比昨天那张还亮。沈姐，第一批名额只能收25个，现在意向48个。那就按条件筛。接送配合度、孩子适应情况、家长是否签署协议、是否接受监控和公示。还有一条。什么？家长信用记录。比如恶意举报、造谣、破坏筹备的，直接排除。沈之夏，小宝也想报名。报名可以，先看规则。
沈之夏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你这是针对我。我针对的是行为。那我儿子怎么办？他也是2年级3班的学生，别人能报，他凭什么不能报？我没说孩子不能报，我说的是你这个家长还不符合准入条件，听见没？孩子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大人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现在是志愿监督员，墙上贴着呢。罗曼丽，第一批名额只有25个，报名意向已经48个，必须按规则筛。你们就是抱团排挤我。不是排挤，是风险评估。我一个家长什么风险？恶意举报、发布不实视频、引导网暴、疑似指使他人破坏筹备场地、逼孩子做虚假陈述，这些都和服务站正常运行有关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我只陈述已有证据。想报名可以，先完成4件事。什么？第一，删除所有不实视频；第二，在家长群和原平台公开澄清道歉；第三，配合处理活动室被破坏的维修费用；第四，签署最严格的家长配合协议。你还想让我道歉？还想让我赔钱？不是想，是规则。我不签这些乱七八糟的！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收不收小宝？按规则审核。你敢不收，我就继续曝光你歧视孩子！妈，别说了！你闭嘴！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会来求他。哎，罗曼丽，别拿孩子当借口。我拿孩子当借口，我这是为了他好。为了他好，就不要让他一次次站在大人的谎话里。你少装圣人，你不就是记恨我举报你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得整改通知贴在门上那天，你笑得有多得意。我记得我停止孩子那天，你把小宝丢在校门口。我也记得你让人堵活动室的锁孔，但这些是你做的，不是孩子做的，所以我不会因为你羞辱他。小宝可以进观察名单，但不是第一批正式名单。观察期内，你必须按时接送、预付费用、签署责任书，不再发布不实信息，不再干扰服务站运行。如果再有一次恶意造谣，时间超过2次，拒不配合紧急联系，观察资格取消。翻译一下，别想再白嫖，也别想再甩锅。这是给你最后一次像个家长的机会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我不想再骗人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错了？你说话！妈，我只是想放学有地方写作业。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正常报名，可是你每次都在吵。妈，你真要给小宝观察名额？孩子没错。那罗曼丽呢？他错，就让规则管他。以前你用心感管人，现在用规则管人。你觉得我变了吗？变好了。以前你是活菩萨，现在是带章的菩萨。妈，我能去向阳吗？我不想一个人站在校门口了。我也不想老师每次都问我妈妈来没来。你就这么喜欢沈之夏？沈阿姨不会骗我，她也没让我骗别人。妈，道歉很难吗？他们还不放过我？妈，你刚开始也没放过沈阿姨。
灭火器日期没问题，应急灯也装好了。放学交接点设在校门右侧，老师带队到指定区域，服务站人员签收。所有家长必须签接送授权，不能口头委托。第一批25个名额已经按规则筛出来了。罗小宝还真进观察名单了。嗯，你心软？不是心软，是规则里有观察期。规则也可以有味度。基本符合试运行要求，先试运行1个月，社区监督。学校这边也会观察交接秩序。沈老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先签接送授权，再交费用，最后领接送卡。沈姐，以后辛苦你了。按协议来。对，按协议来。我家孩子花生过敏，写在这里了。我再贴一份在内部健康记录里，只限工作人员看。好。卡丢了补卡5块，别又说我黑心啊。资料、视频删了，平台也发了澄清，回期费我先付了一半，剩余部分按核算结果补齐。知道。读完再签。迟接2次就取消资格。对。突发情况15分钟内必须回复。对。不能私下要求加餐、补课、额外辅导。对。不能说就一下。妈，签吧，我会听话。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我给过，你自己撕了。妈，这个明天就不用了，换新的。早准备好了。高姨，你还挺有仪式感。废话，咱向阳开业必须像样。明天第1天最容易出乱子。流程再过一遍。放学前10分钟到交接点，孩子签到，核回接送授权。进门洗手，按座位写作业，晚餐登记，6点半前家长接走，超时按协议。还有一条，有人闹事儿，立刻报警。罗曼丽又发朋友圈了。他嘴还没洗干净呢。没点名，暂时不处理，明天注意他。他可以不服，但明天门按规则开。参加向阳的孩子按名单排队，不要跑。接送卡准备好，授权表上有名字的家长才能交接。让一下，让小宝先进去。按名单排队。他是观察名单，观察名单不也是名单？是名单，所以更要按流程。我都签协议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刷卡、签到、老师确认、服务站接收，少一步都不接。一个试运行搞得跟进海关似的。以前你嫌不正规，现在正规了你嫌麻烦，你到底想要哪种？妈，我排队就行。小宝，站到观察名单那一队。罗小宝，观察名单，接收人沈之夏，监护人已签署观察协议。收到。流程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孩子们排队去向阳。先刷接送卡，再按手印签到。雨桐姐姐，我坐哪里？看座位表，今天按编号坐。晨曦3号桌，周暖暖5号桌，罗小宝观察席1号。观察席不是罚站，是方便看你适不适应。你今天先坐这里，有问题举手，不要乱跑。好。
这比以前在早餐店挤着好多了。有签到，有监控，心里踏实。孩子状态不错，刚开始，慢慢来。小宝不吃普通饭，他喝这个酸奶，饭你们给他热一下，别太烫。还有，他数学有点弱，你让沈之夏顺手给他讲2道数学题。你又来啦？餐食登记了吗？我孩子我带的饭还登记什么？所有入口食物都要登记。那你登记啊。家长自己登记，食物来源、过敏风险、加热要求自己写。行。还有，向阳不提供补课和奥数辅导。你以前不是也看作业？以前是我没边界，现在有。观察期第1天，家长要求额外服务，记录1次提醒。这也要记？5分钟后开始第1批接送，大家按座位等，不要冲门。晨曦，妈妈来接啦。接送人一致，可以接走。流程比我想的还稳。你帮的协议稳，规矩立住，以后才省事儿。不好意思，差2分钟，没超时，签字。罗曼丽呢？按流程来。备用联系人。您好，我是向阳，事后福卫被接走，罗曼丽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您是备用联系人吗？喂，我是，我马上过来，10分钟。好的，按照观察协议，孩子会在站内等候，超时费用和记录同步产生。应该的，我马上到。沈阿姨，我妈是不是又忘了？这不是你的错。以前我总觉得是我不乖，所以她才不来。大人没按时来是大人的问题，不是孩子的问题。真的？真的。小宝，爸爸刚下高铁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今天超时17分钟，按观察协议记录1次，费用按半小时计算。我付。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小宝是不是又要等到你想起来？我堵车，手机静音，你别听他们挑拨。18点31分，第1次联系你；18点34，第2次联系你；18点35，联系备用人，全程有记录。这里。我就迟到了10几分钟，至于吗？至于。观察期内迟接2次取消资格，今天第1次。沈之夏，你就是盯着我！不是我盯着你，是时间到了。罗曼丽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，是他把我逼成这样。是他让你造谣，是他让你指使你表哥堵锁，是他让你逼小宝撒谎。这些事你怎么知道？老师、家长群、社区都给我看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小宝我来接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是他爸爸，凭你已经一次次把孩子卷进你的谎话里。爸，我想按规矩来。好，爸爸陪你按规矩来。沈老板，之前给你添麻烦了。孩子在这里，就按协议。我明白。周律师，我想把小宝观察期的主要接送人改成我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需要监护人信息补充和双方确认。如果有争议，先按原协议和实际接送记录执行。我不同意。
那就等我明天去学校和社区申请重新备案接送人。如果你继续影响小宝正常生活，我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监护安排。你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争孩子？不是为了外人，是为了他能放学后有个安静写作业的地方，而不是天天替大人丢脸。今天的情况我会如实记录，你们双方签字确认，不签也会记录，注明拒签。以前让别人签收孩子，现在轮到自己签收教训了。沈阿姨，明天我还能来吗？你按规则来就能来。我会按规则。你如果真为孩子好，就先学会闭嘴。你也觉得我错了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所有证据都在说。妈，第一天顺利吗？不算完全顺利。那算什么？妈，怎么了？你写我啊？妈，明天我想把奖状挂在向阳。好。之夏，奖状墙钉哪儿？什么奖状墙？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要把奖状挂在向阳。妈妈不是免费的人。我不是骂人，我是写我妈这几年怎么从免费帮忙变成学会保护自己。这题好，比那些假大空强多了。这标题也是一条规则。雨桐，妈，我以前总觉得你太傻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不是傻，你是心疼那些没人接的孩子。可现在我更高兴。高兴什么？高兴你终于也心疼自己了。哎呦，风大，眼睛进灰了。沈姐，这奖状应该挂最显眼的地方。不挂奖状墙，挂在规则旁边，让所有人进来都看见。姐姐，恭喜你获奖。谢谢。沈老板，昨天的超时费和维修余款我已经补齐了，这是凭证。收到，后续按观察协议执行。明白。今天这么安静，不习惯啊。你不是有话要说？我已经在平台发道歉了。置顶时间还剩6天。我知道。还有家长群。终于有句人话了。道歉我收，但信任要重新攒。小宝今天还能来吗？他在观察期内，只要按规则就能来。我会按规则。你按规则是为你自己，不是为大人争面子。我知道。参加向阳的孩子按队伍走，今天不要抢跑。知道。比昨天还顺。孩子适应得快，大人也得跟上。晨曦，收到。周暖暖，收到。罗小宝，爸爸在这里，按流程走。今天罗曼丽还挺安静，估计被规则制住了。不，是被孩子制住了吧？签到，洗手入座。
对了，今天谁先完成作业，谁可以去阅读角看书。我也要。姐姐，那是你的作文。妈妈不是免费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大人帮你是因为他善良，不是因为他应该。那我们要说谢谢，还要让爸妈按时来接。我以前以为沈阿姨应该给我包子，对不起。你已经说过真话了，以后好好写作业，按时回家就够了。我会的。观察系规则，送你一张。第一批接送开始，不要跑，听到名字再起身。接送卡带了。核对一致，请签字。今天作业完成了吗？服务站不是成绩承诺班啊，作业情况看教具表。明白，边界，边界。罗小宝18点28分，未超时。沈阿姨，再见，谢谢你。明天见。沈之夏，昨天以前那些事儿，我道歉就道歉，别绕山路。对不起。我以前总觉得你帮一次就该帮第二次，帮久了就成应该的。我也把孩子当借口，做了很多难看的事儿。我不求你原谅，我以后按规则来。按规则来，比求原谅重要。道歉记录已完成，后续如果继续遵守，观察期正常计算。周律师真是人心该长齐。明天爸爸还准时来。好。今天全部按时接走。这比公司项目上线还紧张。你们公司项目上线有25个孩子盯着你吗？没有。今天试运行情况怎么样？交接25人，观察名单2人，无超时，餐食登记6人，突发情况0，家长投诉0。秩序不错。继续保持。试运行期间，每天记录，每周汇总。好。家长这边也会配合。协议有问题随时修订，但不能退回人情糊涂账。说得好，糊涂账最贵。妈，灯亮了。以后可别再免费给人当老好人了。善良可以有，但不能没边界。这是向阳第1条规则。第2条呢？照顾孩子之前，大人先学会负责。妈，你要扔了吗？不扔。这句好，比锦旗实用。不挂出来。不用挂给别人看，挂在我心里就行。妈，以后你还会帮别人吗？会，但先问规矩，再谈帮忙。走吧，明早还卖包子，下午还开向阳。沈老板现在双份事业，双份责任，也是双份收入。雨桐这孩子终于说到重点了。